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我们先欢迎来宾，清华大学讲座教授张延廷张将军。思敏好，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老师。思敏好，各位朋友好。陆军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思敏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持续来关心这一场中核之间的安氏大战，现在双方正式的撕破脸。我们要来看到安氏之乱，没有想到继续的全面升级。这一回张学正他被撤了执行长的职务已经确立，另外就是中国动用了国家之力，要针对荷兰展开复仇吗？用什么绝招呢？恐怕就是用稀土了，来卡住欧洲的喉咙。那么荷兰这一回会不会听命于美国？晶片报复战一触即发，今天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关注。三个火线话题，今天会请来宾帮我们做解答。第一个。中荷之间的安氏之乱再出现了反转，记得吗？才刚双方签下了协议，没有想到荷兰这一回又毁约反悔了。他说本来要让执行长复职的，现在要撤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并且呢继续的控制住来自于安氏的控制权。中国怒呛说你后果要自负。那么接着我们就会来关心，今天会来看中国如何借着国家之力来协助张学正展开这一场复仇战。第二点，美国也同样出手了。这时候美国出手，荷兰才态度放软。因为呢，我们来看到中国大陆用的这个关键招数，就是卡住欧洲国家的稀土，用的是慢慢的审查来卡住欧洲2000多件的稀土申请，拖到这些车厂都快要停产了。那么欧盟可紧张了，这时候就怒骂荷兰。那么可是呢，荷兰还是没有动作。却是在美国一声令下，是立刻转向。突然间，他的金长说欢迎中方来供货给荷兰，怎么回事？第三点，我们今天也会来关心到的是，北京很出招了，他接下来会不会来掐断安氏在德国、英国等基地稀土的出口呢？来限制，来对欧洲祭出惩罚。那么欧洲车厂能够挡得住来自于中国的报复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解答。好，我们来看到11月4号，我们当时才报道说，中荷双方不是签下了这个协议吗？中欧稀土的相关协议。那么这个协议呢，现在却遭到荷兰临阵的翻脸了。原本协议的内容是说，11月7号开始，这个前执行长张学正可以恢复职位。刚刚说了。这个荷兰突然间翻脸了。最新消息，荷兰说了，张学正不能再担任执行长，还不止如此哦，他还说，依照10月7号当时的法庭裁定，不止他不可以担任执行长，而且还要暂停他担任董事的职务。另外，继续死扣安氏的控制权不放。北京震怒了，他说你这样做是伤害中企的权益，你这样做，我们接下来会展开报复，这个后果是要自负的。节目一开始要请教将军怎么看了荷兰这一步反悔，它是蓄意的还是临阵的反悔？中国接下来如何请国家之力来帮助张学正报复呢？以后其他的国家还敢和荷兰这个海盗国家做生意吗？将军怎么看？我想说这件事情，我们还是要回溯一下整个事情发生的过程哈。安氏是一个半导体公司，它做的是车子的晶片，大概每一辆车子哈，大概会用到600片的晶片。它这个晶片其实是不是很先进，也不是连成熟制程都谈不上哈。它甚至于这个荷兰称它是一个鸡饲料的一个晶片，就是它很便宜，大概每一片晶片原来的售价才25分美金而已哈。那最近是涨价了，涨了4倍到1块美金，那也是因为供货中断，所以你看它25分美金一片，事实上不是很贵的，可是它就是关键性的车辆必须要用的一个关键性的一个晶片哈。那荷兰的安氏原来做这个晶片，但是由于它经营的不好，所以造成亏损。在这样亏损状况之下，当然有需要外来的资金。这时候文泰文泰这个企业，就是中国的文泰企业，也就是张学正的这种企业公司，就把它陆续把它整个买下来。那这样的话，当然 CEO 应该就是由张学正来担任嘛，董事长，因为他本来就是我出了钱把这家公司买下来。但是这个荷兰完全就是抢夺方式，他借着一个什么理由呢？大家听一下，你觉得这个理由是合理可以去把人家企业抢下来吗？而且不是说是企业把它抢下来，是荷兰政府这个在荷兰政府协助之下把这个安泰抢下来。他用了什么理由？就是说这个你现在这个张学正泄密给他的把这个制造的机密
泄露给他自己另外一家公司叫做鼎泰匠心的这家公司泄密过去。事实上后来经过调查并没有，因为事实上这个张学正在这个安氏这边还买了50台的机台，还在这边加大成本投资而且来讲的话，他在这个鼎泰匠心那边所有权这个董事会投票的时候，他也投了弃权的票，所以由上述的证明来讲的话，这个张学正并没有泄密的一个事实。但是很明显的这件事情，就是因为他转亏为盈赚钱了，所以说是荷兰借着所谓国家安全当作以他为幌子这个想要将这个金鸡母抢过去。那现在后续是怎么发生的呢？后续来讲的话，那当然中国是不可能接受这种事情。可是这个公司很特殊的，它是设计或招牌是挂在荷兰的然后晶片生产在那边生产，但是后续来讲，封装是在广东的东莞来做封装，也就是说，在荷兰晶片做好以后，它必须要送到中国来做封装。那如果中国不让它出货来讲的话，你就卖不了。那之前来讲的话，中国当然协助这个张学正来做反击，就是说不准他出货这个封装完以后，在我中国封装，我就不准你出货。那这下子造成这个全球的所有汽车产业一阵慌乱当然在10月7号，原本说大家这个和谐了大家已经都谈好了，让张学正回去当他的 CEO， 但是没想到荷兰这家公司又反悔了。他现在做什么呢？他晶片不交给东莞这边来封装，你就没有封装。但是他忘了一件事情，东莞这边封装厂里面它有库存的晶片，它照样可以做封装，照样可以出货然后之后来讲的话，后续来讲，事实上它不是很这个精密的晶片，所以中国包括到中芯国际干嘛都可以制造这种晶片，那只是后续来交给安氏来采购。所以现在来讲，我觉得荷兰来讲的话，这把亏真的是吃大了。然后它后续它可能这个中国来讲的话，直接这边可以供货给在中国设厂的这些汽车产业来讲的话，譬如说是大众汽车这个奔驰等等，它在中国有设厂，它就将这些货给他了嘛，而且是用人民币交易。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对这个中国一定要协助这个张学正力争到底，不然的话此例一开的话，那对欧洲以后的贸易，如果说其他企业有样学样来讲的话，那中国跟整个欧洲以后是没有办法做任何交易、做任何生意的。是好，张军特别帮我们提到说，中国大陆的政府包括了这一次可以说是请国家之力来协助安氏，有一个重点的一个地方可以看出来，就是中国这一次出的狠招，就是它的稀土的，它的关键的杀手锏，怎么样来限制住欧洲的稀土？我们要来看到它最新的出招欧盟的委员他最新已经说了，他说我们给中国已经有2000件的这个稀土申请案，当时是透过这个叫做稀土特别管道和中国建立良好的关系，希望能够申请到，没有想到中国大陆这一次是慢慢的做稀土的审查，到现在中国只批准了一半，而且还有一半都还没有做批准。现在欧洲的企业真的是人心惶惶了，因为很多的车厂再拿不到晶片就要被迫停产了。欧盟私下就认了，说确实是这样子的，短期内没有人可以逼得了中国针对稀土来做松手。所以呢，欧盟内部大乱，传出有人就开始怒轰荷兰的政府，给政府不断的施压，说你再不放行安氏给中国，欧洲就要崩盘了。我们看到这个是中国大陆的强硬手段，针对于欧洲国家，但是另外一头，荷兰似乎也没有要松动，却是听美国的话。这次美国出手了，荷兰才稍微态度放软。我们来看到荷兰的经济事务部最新紧急声明说，这是最新消息，今天的新闻已经收到了中国和美国就最新的贸易协议通报，荷兰表示欢迎中国恢复对安氏中国厂的供货。金长也说了，中国的供应至欧洲和世界的晶片将会在未来几天之内就会送达给安氏的客户了。所以接下来要请教杨老师怎么判了。中国这一次用出的就是慢慢去审批这2000多件的稀土案，是它的杀手锏吗？现在欧洲到底有多慌张？最讽刺的事情是，美国一出手，荷兰就立刻听话了。他只会听美国的话，是这样吗？杨老师怎么看？他只会听美国的话，在这个世界上，他根本就是个走狗。其实荷兰我非常替他惋惜。你知道，16世纪的时候，荷兰根本就是世界霸主。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些股市、金融体系，都是荷兰那个时候
所创建出来的。各位要知道哈，荷兰还有 Netherlands 这两个其实这个地理范围不一样哦。Netherlands 是这个国家的名称，因为我们通常把它叫荷兰，可是事实上荷兰只是 Netherlands 里面2个省份，而那2个省份叫荷兰，在整个16世纪的时候，它是在全球贸易的主导，然后一直到现在为止，它在欧洲的角色都很关键。就没有想到，你看它在这个事情上，因为美国9月份通过的那个50%的穿透关税，2个礼拜之后，荷兰的经济部长就开始对安氏半导体下手，因为安氏半导体是文泰科技拥有100%的这个持股的，那本来是要倒掉的，几百亿美金把它买下来，然后呢，把它引进更多的客户，尤其中国大陆的这些需求引进来，那由在英国跟德国的这个制造厂制造，然后呢送到了中国大陆东莞的封装厂，80%送到那边。可是你知道那个封装厂每年做多少颗半导体吗？800亿颗，很夸张哈。因为一个车子至少要用500颗，电动车要用到1000到2000颗，如果是智能车，可能用到2000到5000颗，所以它这个量的需求非常的大。那这个跟国家安全什么关系？我跟你讲，没有车子做不出来才影响国家安全的。可是现在，美国不是跟中国谈好了吗？然后呢，荷兰还是就做这个动作，出尔反尔。我个人觉得，我还是希望中国大陆采取更强硬的手段，而且要搞清楚，第一个是美国，然后是荷兰政府，然后才是那个安氏半导体。安氏半导体里面有一些它的就是当地的这些雇员管理阶层的开始集体叛变，然后把这个所谓就是执行长的一些什么做的有没有的东西，但现在知道有些根本是假的。然后呢，要把他赶走，让他们以及荷兰政府取得这个控制权，这不就海盗国家，这不就国有化？那你这个接下来你做出来的东西，你送到哪里去封装？我觉得中国第一个你要不要针对美国？你说你这个50%的穿透关税，你要告诉荷兰政府，否则我不跟你签，你稀土延后1年没有这回事。态度一定要硬起来。针对荷兰政府呢，也一定要采取反制的措施。针对安氏半导体，我觉得更简单，谁敢现在帮安氏半导体供货，我就断它的稀土来源。我们所有的中国的企业不准再接它的单，不准买它的产品。那你觉得他会不会怕到？会。不然我跟你讲这个是会野火燎原的。因为有几千家在中国在全世界拥有持股过半的这些公司怎么办呢？将来随时被人家抓起来，就当这个等于是来欺负你吗？中国大陆一定这方面要强起来。好，刚刚老师帮我们特别讲到了说这个稀土是杀手锏嘛，所以如果哪一个国家敢对中国反抗的话，那是不是就来断稀土？那首先就会看到说会不会断的先是几个国家，包括德国跟英国。原因是因为德国跟英国在安氏在这2个国家都设有制造的基地，北京可不可能从这几个国家先出招？等一下来请教张将军。另外我们来看到因为稀土断了，有一些后续的影响，我们稍微统整一下美欧日汽车产业的冲击。首先是德国的汽车零件供应商紧急的现在赶快跟中国做这个洽谈，施压荷兰。另外就是德国的汽车零件的巨头采埃孚也说了，正在和中方谈判，确保晶片供应的稳定。其他汽车包括了 BMW、宾士、福斯都已经暂停了，他们靠的就是库存来勉强的生产，包括了日系车厂Honda、本田部分的海外工厂被迫减产甚至停产。那么日产、尼桑、九州厂的这一些畅销车款已经确定了部分来做减产它的休旅车。其他包括了零组件的厂商来自于日本、欧洲跟南韩，也都使用安氏他们的晶片，全部都会受到波及。接下来北京可能先断了哪一些国家的稀土来处理这样子的问题呢？面对这样的问题，欧洲国家有没有可能持续向荷兰来做施压？张将军又怎么看？我认为这个是复合因素，这个复合因素会让荷兰来做政策调整。那我认为有3个。第一个，在10月30号的时候 ，APEC 在韩国釜山召开，这个川普跟习近平也在那边讲过，这个达成一个共识，这个贸易战呢要延缓1年，大家又降了这个双方的税率，不管大豆也好，这个芬太尼也好，对，还有是相关的税率都向下做修调。
换句话说，贸易战是走上缓解的趋势了，不然大家不会彼此，中国大陆也把这个门打开了，美国也把门打开了，这很清楚了。那美国对荷兰的常备管辖的影响力也要下降，因为这个两个巨头都碰面了，也达成了局部的共识了。那相关的政策就要下面做一些相对的、相应的调整。我认为这第一个。第二个，我们来看哦，晶片它是有急迫性的。汽车，你不管传统的汽车，这个油电车或者是这个自驾的，都需要晶片，或多或少这样。尤其是我们知道这个仪表板也好，还有空调更需要晶片，因为现在越来越精密了。那到现在为止啊，他们找不到替代来源，所以安氏的这方面的晶片的供应，这个有它的急需。那你这样的话会造成他们的需求性的压力，他要需求，那中国大陆这就是他，那你有需求，我中国大陆是供应的，那我在这方面我就掌握了主动权。第三个，最后一个我们来看了，就是中国大陆啊可以拿稀土做条件，那以稀土的松绑的需求来解决荷兰、意大利、法国、还有英国、还有荷兰这结果对稀土的需求，要不然稀土被抓住之后，不是汽车业，包括光伏，包括医疗的设备。包括医疗设备，也包括了电子产品，都会受影响哎。那这样的话，是牵一发动全身。所以我认为，因为这三重的方面的条件，这个荷兰它会做调整，要不然会不是光影响荷兰，影响到其他周边的国家。好，谢谢张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